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歌手作为湖南卫视的王牌综艺，到今年已经录制了第8个年头了。这年头能坚持几年连续录制的综艺不少，但要说每次都能带给大家新鲜感的却不多。前几年歌唱类节目大火，出现的综艺也不少。歌手虽说不是一直排名第一，起码前5名还是没有问题的。以往的歌手大多年初1月份就开播了，今年有点不同，到3号才开始录制，估计和大家见面最快也要等月底了。不过今年歌手的官宣阵容还真的有点糊锅。元旦那一天，湖南卫视官微就发出了一张名单，首发7位歌手，形容了他们各自的特点，然后陆续公布。猜歌手这种事儿，粉丝最拿手了，很快就有了答案：毛不易、周深、徐佳莹、萧敬腾、袁娅维、华晨宇、米西亚。这次歌手阵容都是80后和90后，其中也有不少旧面孔。但是奇怪的是，不仅阵容公布跳过华晨宇，就连华晨宇的粉丝也没有相应的应援活动，甚至说出不上最好这种话。知情人爆料，此次华晨宇参加歌手实属被迫。虽然之前和湖南卫视有在谈参与事宜，但是芒果台想要在官宣后再签订合同，这很明显是要用华晨宇的粉丝效应。而在没有合同的前提下就官宣阵容，也是想给华晨宇压力，让他不能拒绝歌手。这一操作惹来了一众粉丝的不满。华晨宇脾气好，也不能一直这样被薅羊毛吧。双方虽然在最后关头达成了共识，但也有很多迫于无奈的考量。而且此次录制没有彩排，直接上台，由于时间比较紧迫，这种行为似乎也不是第一次了。当初华晨宇第一次以补位歌手出现在歌手中的时候，就有粉丝爆料，当时华晨宇参加并不是出于个人意愿。华晨宇出道以来就和天娱传媒签订了长达8年的合约，而天娱背后正是芒果台。要说这天娱履历也是十分精彩，之前天下很多届快乐男生快乐女生，但最终都难逃分道扬镳的命运。当年陈楚生因为缺席跨年后与天娱解约，直接就被湖南卫视雪藏了。但是华晨宇与天娱的合约2021年就到期了，这次与芒果台公开的不愉快闹得还挺大的，不知道是不是发泄心中不满。不过就算是硬碰硬，也是天娱和芒果台薅羊毛在先，被逼着参加录制节目，惹得一众粉丝心中不快，这动静确实不小。1月3日下午，有网友在微博爆出了一张华晨宇现身机场的背影照，并且爆料称华晨宇是独自一个人坐经济舱赶行程要去录制新一季的歌手。随后也有粉丝上前喊话，称华晨宇现在还在感冒生病，让人十分心疼。在网友爆料的照片中，华晨宇穿着一身白色的羽绒服，背着一个黑色的包包，独自一人现身机场，身边没有任何工作人员的陪同，出门赶行程却没有经纪人或者助理陪同，甚至连一个保镖都没有，而且坐的还是经济舱。这样的情况对于任何一个当红歌手来说都是不正常的，更何况还有粉丝爆料，华晨宇前几天生病感冒了，现在还没有好，他要带病录制节目，这个消息让粉丝们更加心疼。另外，根据网友爆料，华晨宇这次带病坐经济舱赶行程，就是为了去参加新一季歌手的录制。虽然不少网友都觉得歌手官博暗示的嘉宾就是华晨宇，但是在陆续官宣了周深、毛不易等诸多首发嘉宾后，有关华晨宇要参加歌手的消息却没有得到确认。而且很快就有消息传出，说华晨宇2020年行程很忙，要参加王牌，要开演唱会，还要准备4专，所以并没有参加歌手的意愿。对于华晨宇会不会参加歌手这件事儿，粉丝们的态度还是比较佛系的，不管花花去不去，ET 们都能够接受，甚至还有不少粉丝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建议他不去参加节目。但是节目组和公司方面都想让他参加，甚至还有粉丝爆料，节目组和公司是重压要求华晨宇参加。因此在纠结了1个晚上之后，华晨宇还是在1月3日独自一个人坐经济舱赶去录制节目了。而在1月3日下午，华晨宇还更新了一条微博，好事多磨。粉丝们猜测他说的应该就是去参加歌手录制这件事情。在社交上爆出华晨宇独自一个人现身机场坐经济舱，还要带病去录制节目的消息后，ET 们都有些义愤填膺。但既然已经成为了事实，大家也只能选择默默的支持华晨宇。大哥别怕，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
可以说，在机场的冷清和他作品的成绩以及他的人气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展现。当然，华晨宇自己也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自己一个人出门参加节目录制时的心情，他没有怨天怨地，也没有卖惨求同情，而是用平常的心态说了一句好事多磨。虽然机场附近也没有粉丝的接机或者护送，但是他的背影看上去并不孤独，反而是青年人自己为了梦想不懈奋斗又不计前途的最好表现。当然，粉丝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在为小伙子鼓劲的同时，依旧很反感他之前的公司。早前华晨宇所属公司因为看中了他的才华，给他规定了不成比例的劳动付出，包括在2018年左右连续不停的赶通告，参加很多地方的现场活动，甚至他的嗓音以及健康方面出现了危机，也没有第一时间让他去调整恢复，而仅仅是在短暂休息了1-2天之后，继续让他参加很多唱歌的活动。虽然华晨宇在此期间并没有进行抱怨或者懈怠，兢兢业业地完成了公司给安排的各种任务，但是他脖子上的红肿印记最终还是被粉丝发现了，这就是超负荷使用嗓音带来的后果。而为什么脖子会出现红肿？都知道华晨宇是实力歌手，天生有一副可以飙高音的嗓音，但是如果每一场都飙高音全开麦，而且还不让有适时的修复期，再厉害的天赋也是会被弄坏的。经过一些协调和商议，目前华晨宇和所属经纪公司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花花身边不会有相应的工作人员，做什么事情都得亲力亲为。但是反过来，这样也是一种自由的表现，除了工作上事先签订的合同之外，剩下很多事情都可以跟从自己的内心。对此，粉丝们也是很放心的，毕竟终于可以让华晨宇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一回主了。不过作为歌手来说，真正在舞台上有很好的表现，以及出很多好听的音乐作品，才是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所以相信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华晨宇可以有更多新的灵感，出更多的优质作品，自己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让自己的脚步走得更扎实一些。华晨宇在2天前参加湖南卫视2020年跨年演唱会，已取得圆满成功，但有一个问题却被太多人忽视，就是歌手华晨宇登台演唱的时间。在0点登上演唱会的舞台，直到唱完3首歌好想爱这个世界啊、7重人格、新世界，才心情愉悦地走下舞台。真不知前来助阵加油的歌迷和粉丝是为华晨宇感到高兴，还是倍感委屈。令人高兴的是，华晨宇不负众望地站在舞台上，较好地展现了自我的唱功，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令人倍感委屈的是，华晨宇出场的时间那么晚，且不说有多少人熬夜观看，恐怕一个歌手的最佳状态也都要因为夜不眠而打折扣。如此一来，就不禁让人问到华晨宇是怎么想的？为了配合跨年演唱会0点压轴的时间，竟然那么拼，有必要这么做吗？作为旁观者，你我他不是华晨宇，自然不知道华晨宇选择在新年的0点登场的原因。更进一步来说，即使在少有人围观的深夜看歌手唱歌，这样的现象也有它存在及合理的地方。华晨宇的这种选择究竟告诉歌迷什么？曾有哲学家对类似于歌手华晨宇选择0点唱歌的现象给出一个抽象的答案：选择决定成败。简言之，一个人的选择对后来的成败是有直接或间接作用的，并且越是那些会有选择时间的人就更成功。华晨宇在0点登台唱歌还是有歌迷观看的，至于观看的人数是否达到晚会主办方的预期，湖南卫视没有做好现场实际的人数统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因为华晨宇的唱歌，在0点后的收视率远超央视和其他卫视的收视率，稳稳地坐上收视第一的宝座。而对华晨宇来说，0点唱歌也算是出道6年后的一种新尝试。毕竟华晨宇在之前参加的综艺晚会，如湖南卫视54青年晚会，是在晚上黄金强档的8点，而华晨宇举行的个人演唱会最晚只到11点。如此一来，在深夜0点唱歌，便是华晨宇在选择时间上的成功，没有出现演艺圈内其他歌手那样的现象。0点只有歌手在舞台上一个人唱独角戏的凄凉意味，而是在天寒地冻的新年第一个夜晚，依旧有那么多忠实的歌迷不离不弃围观歌手唱歌，从而带给歌手华晨宇一种精神力量，在精神状态欠佳的时候也能把好听的歌演唱到底，完美谢幕。
华晨宇在湖南卫视参加跨年演唱会的时候，是他30而立的时间。正是娱乐圈中歌手们为梦想而歌、向前拼搏的年龄，所以看到华晨宇这样拼，或者说华晨宇为梦想越来越懂得怎样用时间去拼，正是他追求成功一种间接的体现。华晨宇选择的时间是晚会主办方和华晨宇协商的结果。在新年的开头时段，华晨宇借舞台的资源，为2020年继续追求音乐梦想之路造势，与此同时也给新年的唱歌带来一个好彩头。中国人自古就有开门大吉之说，那么对华晨宇来说自然也是这样的道理。在新年刚开始就把音乐专辑的经典之作展现，迎来2020年第一场参与的演唱会开门红，这样的成功意义更加深远。反观当下的娱乐圈内，很多像华晨宇这样的年轻歌手没有太强的时间观念，以至于在时间的选择上做得不够好。正如有的歌手说，忙碌了1年，感觉唱歌不行，就改行去拍戏。还有的歌手说，那么好的机会都被我错过，原来是个人在时间上的选择出现了问题。华晨宇会选择时间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个歌手越来越美好、越来越成功的迹象。华晨宇作为娱乐圈内歌手的一份子，也会用个人的行为影响更多的歌手来反思、提升自我的时间观念，进而找到适合追梦的选择时间。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台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四台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